欢迎来到频道 Daily Star News， 订阅频道，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涵盖以下内容：热度26亿，5星刷屏，要不是撞档且试天下，这剧恐能大爆。由赵露思、吴磊主演的《星汉灿烂》在鹅场片单公布之后，连着发了2版全新预告。一版很是悲情命运感，男主身受重伤却仍要离女主而去，女主痛苦不已的模样，看得人很是为这对感情坎坷的小情侣揪心。而另外一版里，2个人就俏皮许多了，一个是风风火火，借着愚笨无知，在府邸里成为八卦大师的成家嫡女；一个是战绩显赫，身份尊贵，但嘴却像是抹了油的战场少将。他说他已为自己宽衣疗伤，历经生死，却惹得他咬牙切齿，深切表示好个零不疑，不懂道义。比起第1版预告的严肃，这第2版重点放在这俩欢脱情侣身上，得到的舆论效果就要好了不少。毕竟作为一部古偶剧，往往最先出圈的且最能被大家注意到的就是 CP 线了。在程少商与凌不疑之前有顾盼生辉，而在顾盼生辉前面则是祝清好里的凌燕夫妇，剧中的虎狼 CP 沈燕与刘玲推拉杆拉满，吸引了不少爱磕糖的观众，让祝清好一部 A 级的剧目成功赢下了全网热度超26亿的成绩。要不是同期有更为厉害的且试天下在，或许他就能雄霸4月档了。祝清好被平台关注，与周生如故同在榜单，口碑同期上乘。每隔一段时间，影视平台就会有新的总结，有总结现代剧的，也有列历代古装剧做成榜单合集的。前段时间陶厂就搞了一个这样的新片单，把在平台内播出的大热古装剧做了一个统计，总共了14部剧上榜。这里面既有《神雕侠侣》这样的经典之作，也有《赘婿》这样的新晋之秀，而祝清好也意外地上了榜，成为平台2022年亲自认证的佳作。要知道，在榜单上比他年轻一点的古言剧是任嘉伦、白鹿主演的《周生如故》。一部《周生如故》不仅让古装男神任嘉伦再度强势回归，也让同组的白鹿从带爆小花一跃成为一代 N 的大女主剧主角。不仅流量颇高，剧情质量也被延世近年来的惊喜。周生辰与崔时宜宿命般的悲剧，其后劲之大，让人梦回李成银与小峰。能与这样的剧在同一个榜单之上，祝清好作为里边评级最低的、集数最少的、播出最快的，单看的话优势不多，甚至可以说是劣势明显。但这部小成本剧就硬是靠自己闯出了一片新天地。在剧情方面，原本刘玲的人设很带感的，原著刘玲患有精神疾病，一度很是偏执，在大结局前夕甚至下药灌了全府的人，势必要拉着生父与后妈与自己一起死。但影视化之后不好过审，于是乎剧组灵机一动，既然在剧目利益上无法做到过多的深切的话，那么就看准甜宠剧市场的目标，把剧版的刘冷塑造成一个娇憨郡主，上有抗旨不遵的勇气，觉得婚姻大事应当捏在自己手里，下有长善后妈出逃去南院的放肆，看似骄纵无比，实则对尘世间的一切都看得透彻。遇上沈燕，原是想玩玩的，不想真的为他千千万万均在涉险。真正在亲情友情之后，收获了梦想中的爱情。沈燕与刘玲头脑清醒，试谈感情，相互成全救赎，治愈温暖的爱情线是祝清好能打动观众的原因。评分在收官之后不断上涨，在同期众多不及格里已经算是上乘了。袁冰妍证明扛剧实力，无奈遇上顶流杨洋，制作中是遗憾，没能打得过同期的且试天下，原因仅有2点，一是演员流量差距较大，从祝清好的6万人评分与且试天下的9万人评分就能看出来，后者的路人基本盘比前者优秀。袁冰妍在空白了差不多半年之后，
仍然将祝清好送上了月榜第6的位置。他的扛剧实力得到了认证，但与顶流杨洋比起来，他的扛剧能力还是稍微有些逊色的。杨洋出演《风兰溪》，天然就为剧拉了一波粉丝，而搭档赵露思虽入圈没多年，死忠可能还没袁冰妍多，但他胜在话题讨论度高。且是天下播出后，无论是二创视频还是画面舆论，均是隔段时间就能上热搜的存在。二是因为且是天下剧组虽发生了一些不愉快，导演拍着拍就被除名了，但总体投资过亿，宣发也到位，与小制作祝清好相比，优势不要太明显。祝清好已是小火了，假若同期没有 S 级的话，实际可能会更好。